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为大家现场带来最新的 BC 省公卫事件的情况简报。请稍等，我们把画面打开。那么最新出场的也是卫生厅厅长。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Adrian Dix. I'm BC's Minister of Health. To my right is Adrian Dix 大家。BC's Provincial Health Officer. 但是 Bonnie Henry 首席医官。那么今天是11号的情况简报。明天会书面的通报。Dr. Henry and myself will be next Monday, June 15th. 礼拜6也没有了只有6月15号有了。那么看来现在是不是情况减缓了？所以他们减少了出面的次数看看今天新增到底多少。For our COVID-19 update today, we have 14 new people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in British Columbia, bringing our total to 2,694 people with COVID-19. That includes 994 people in the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Region, 1,386 people in the Fraser Health Region, 1386个飞沙 on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Region, 130个岛上 5 people in Interior Health Region, and 195个内陆 66个北部outbreaks in healthcare settings today. 没有新的社区爆发到现在昨天有一个就是现在是5个长期护理院people in the long-term care, assisted living, or acute care outbreak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所以现在还有500多个361个是职员这个都是这个341个现在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个体的爆发社区爆发主要还是 Cold Lake Alberta 省的 Cold Lake 带过来的现在虽然疫情还没结束那边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马上快结束，因为还有很多人是潜伏期那么可能下星期就官方宣布结束了183个13个5个重症监护还是没有新增死亡案例2344个痊愈好很好连续第6天了那么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好几次了大家看到了这个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影响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已经相互容让相互支持这个也是大家看到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悲剧的发生This morning, the BC Coroner's Office announced 170 people in British Columbia died from overdoses in the month of May. 今天早上 BC 省验尸官宣布上个月170个药物过量哎呀他的声音又哽咽了这个是这个也是对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朋友诚挚的哀悼这是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同事对不对主要是这个现在是 overdose 了就是食用过量的都是这些毒品药物非法药物我们知道这些死亡了都是最大量的死亡主要还是因为街头都是街头获得的我们不只单单看到了这个东区看到了街上的死亡整个包括内陆包括岛上包括南路都看到了整个省都看到这些死亡都是街头交易的药物死亡导致的And this can be very isolating for some people and it makes it more able for them to hide their drug use from others.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新冠病毒带来了大家的隔离了之后，使很多人更加容易的吸食药物，这个是他所强调的。所以这个现在人死亡的警报没有解除啊。这个没有解除警报啊，不是说新增死亡零啊，这个主要是新冠带来的，但是其他的死亡又上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伯尼医生的这个哽咽他说我是说过了好多次了这个现在这个灾难是很复杂的这个不是单单这个引起了，还是那个引起了，可能是共同引起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隔离的时间太长了，在家里的导致呢食用药物，导致了食物药物过量等等。所以我们要考虑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个行动指南，也是让大家能够在安全的能够相互之间的这个不要去到街上去这些非法这个贩子那边去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是肯定有能力提供给大家合适的处方药那么也是因为他们平时呢我们可能不是理解，因为这些靠药物过瘾的人呢瘾的人，他们一般都是会到这个药房获得正常的渠道去获得，因为现在不行了，所以他们都是非法获得的，所以导致了很多死亡他说现在这些呢，有些呢都是心理痛苦，有些是身体痛苦我们必须是要相互联系这个你孤独了这个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潜在的风险因素我们也是要有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刻的监管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药物的检查还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We must all show the compassion that we have shown in addressing the COVID crisis and the understanding for our families, our friends, and our workmates, all people who use drugs, and help them know that they can reach out for help. They can talk about this. 所以也是要看到我们周边的人你只要知道他们在使用药物的，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去正常的获得也是可以他们也是可以获得正常的帮助以及正常的获得的药物，而不是去那些非法的这个或者没有得到保护的去那些。 And as I said, they're rooted in pain. We must eliminate the stigma and shame that leads people to be afraid to reach out, to tell their family, their friends about their drug use. And we must all do our part.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让亲人就算你朋友你知道你的朋友是这些使用药物的，你也要让你们的家庭去知道这些事情让你爱你的人去知道这些这个不是什么可羞耻的事情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support people in getting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We have shown what we can do. 那么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执法部门也要采取一些另外的取代方式来接触他们，也去能够去够到他们能够使我这样的做只能是拯救生命那么今天呢，大家这个公共服务系统也是发布了一些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文档，也就是说打911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希望能够得到给予大家那个安全的措施。如果你看到你们的家庭或者朋友有这些景象的请打电话911如果你们的同事或是怎么样都是要相互关心大家就算是物理距离保持，但是我们要保持必要的沟通那么还有其他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我想修改我的命令这个公共卫生的命令
包括这个餐厅。所以他说，我是说的，我们实测会更新我们的命令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经验来保证这个安全，包括 WorkSafe BC 包括我们的环境卫生官员都能够深刻的理解了解这个有经验面对这个病毒。现在呢identify a number for their capacity that includes the patios,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complicating things. As you're expanding your patio, how do we know what number to use? So it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we'll have a defined capacity that will allow us to understand how better to那么也是要求各个业主都能够把自己饭店的容量，包括你们的天台、露台等这些座位等等都算清楚，你们的容量是多少？现在是可以到50%了这个所以现在可以，原来呢是不让这个小型的餐厅开，现在慢慢可以开了。And identify some of the choke points in restaurants and puts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s to be put in place so that people aren't congregating on the way to the washroom, for example. So these updated 那也是说到了这个，在这个即使在开业的餐厅里呢今天晚上会更新请大家到我们 CDC BC CDC 网页上去看就是说就是那些小型的餐馆什么的还要采取这些避免的人群聚集的措施，比如说那个这个卫生间的使用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说到的是 NHL 冰球联赛的这个决定那么可能这个赛季马上就开始了，但是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我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没有对这个世界没有额外的，我们没有例外我们没有例外的条件，我们不会牺牲我们的安全，公共安全。The NHL has provided a proposal for consideration. 那么 NHL 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让我们考虑。This is not for today. 也是让我再告诉大家今天不存在这个是可能是对将来的你们这些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将来的，今天不要谈。And it meets our criteria for protecting our community without compromise. Teams would have no contact. 所以就是说，我是希望我们所做的所有的符合的条件不会以牺牲我们的社区安全作为这个条件去了这个不可能的，这个包括我们的标准等等。That are in what we would call a household bubble. So it would be very similar to 那么也是说到了我们的人员聚集这个50个最多的50个人是不会变的。Screening and testing for the entire time, and it is not just a 14-day period of time. If 那么还有回答，如果其他地方回来的地方回来的人，这个14天是不会变的，这个自我隔离不会变。因为这个上次因为之前这一直说到了这个 hub， 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大家主场和客场的区别了，就是在这一起比赛类似于中国原来的分区赛这个也是这样那么温哥华呢一直作为候选城市，但是伯尼医生今天才强调了不会以牺牲我们这个卫生公共安全以及来修改我们的条例，修改我们的标准来迎合你，这个不可能的Of course, the resumption of games, and again without spectators, would be dependent on our progress and dependent on my assurance that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可能呢就是有可能比赛你比赛可能没有观众这些措施也是可能考虑的，这个是对每一个省民的安全考虑这个就没有现场观众了这个也是。那么有可能呢就是说那么也是说到了我们现在持续的关注跟踪我们的现在所有爆发的情况来保证我们的社区安全。我们已经给大家显示了大家这个共同的努力所保持的现在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希望大家不单单是继续的保持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希望大家还要对这个用药
用药的这个过量致死这个灾难也要重视也是希望大家 be calm 又来了be calm, be safe and be kind 要客气容忍也要安心，也要这个安全那么卫生官员这个卫生厅厅长 Andrew Dix 也是给大家那么也是说到了现在居然没有新冠病症的死亡今天没有这个也是好消息这个都是从礼拜六、礼拜一、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已经真的很开心。他说我们真的很开心那么 Dr. Henry 也是说过了那么也是我们的验尸官今天发布的报告也是看到了，主要是关于这个用药过量死亡这个是一个现实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这个社区都能看见，都能感觉得到现在是114个，3月份是114个药物过量死亡4月份是1140个170个不是1000这个整个都是超过了新冠病人死亡，看到吧他说5月份是401个 Holy 所以这个的确是怪不得我们的首席医官今天数次哽咽他说这个是整个全省的问题这个刚才伯尼医生说了所有的地方都有报告这个用药物过量死亡的问题这个每一个邮编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厉害他说是每一个邮编地区都有这个死亡的问题这个厉害所以他说这个主要是因为大家隔离导致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困难，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马上打811打911我们都一定会提供给你帮助这个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情况严重情况相当于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一样的情况去面对不可想象我相信我们华医这方面不存在这个问题3个月401个死了，药物过量死亡太多了wanted to speak briefly about some of the and provide a couple of the reports that I regularly provide. 那么今天也会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因为周四这个就是那个说到的这个防护服个人 PPE 等等这些这个是也是说到了这个占床率对吧床屋的床的使用率等等这个今天也是告诉大家这个已经90%了已经90%使用了就是急诊室的药这个床已经占用率90%了。那么现在这个择期开刀呢也已经恢复到已经恢复到这个4月6号到12号的这个应该开刀的已经恢复到这儿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要安排4月13号到19号的911个开刀那么整个可能是2229个刀要开to 3,963 in total the week of May 18th to May 24th, to 5,329 in total last week, to 5,955 in total this week. That number approaches the 6,000 surgeries we typically do in the course of a typical week and represent 4,588 scheduled surgeries and 1,367 unscheduled surgeries. In terms of scheduled surgeries, that's 4. 他今天是给大家，因为每个礼拜四都给大家汇报一下择期开刀的恢复的情况所以我也不多重复，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那么今天是比较吃惊的，就是这个药物过量的死亡3个月死了401个，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才死了160几个。那么也是说到了这个开刀的这个优先次序的安排有些是紧急的，有些是那么也是可能现在等候的时间是少于4星期了。有些是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不是要重新等吗？那么现在就是小于4星期了4星期了。那么现在已经可能是3万多445个这个病人都已经安排好了。因为有些刀不是等的，有些刀是必须开的，这个都是非预见性的那么And I have to say the system has responded extraordinarily well. I want to briefly speak about the single-site proposal. There's not a lot of change since last week, except one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sites that it applies to. 那么也是说到了这个工人就是长期护理院，不是我们说 single site 嘛？他说这个安排还没有完全变化很大因为还留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期护理院的交叉感染是导致了这次死亡以及爆发这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现在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去重新安排只能是一个工人在一个养老院工作，那么这个导致很多很多的劳动力这个浪费重新安排这个是的确是。那么现在上次是汇报了，已经还有10个左右没有安排好。那么这个礼拜进展不大，也是这么一个安排的情况。那么也是相当于是96%已经完成了，全省96%全部完成了那么相信那么下个礼拜可能接下来的10个护理院基本上都应该完成了都应该完成了，就是这个。But I'm happy to say that work is happening, and that around. 那么他也很高兴看到这个工作马上接近完成接下来2个礼拜。The increase in pay for those people who are below the ABC standard. 那么很多人对他们工资也增加了接下来2个礼拜工资也会增加了这个都是 BC 等等吧，反正就是这些机构共同努力。上次也是说过了，额外拨款了5000多万能够给他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补助这个等等。I want to say finally that this is, I think this week demonstrat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也是说到了本周的又来了，本周的这个上街抗议明天。Are pleased that we've had some positive results on COVID-19 in our province in the past number of weeks, a reduction of flattening of the curve, but we live in a country. 那么也是说到了，大家看到了这个新增的数字一直在比较保持低位这个我们也是把这个曲线给拉平。COVID-19 in the world, this is a record week of new cases for COVID-19. 这个礼拜这个对世界来讲是这个创纪录的这个礼拜一也是创纪录的一天就是巴西一天也是最高的印度一天是最高的，也是这个礼拜这个6月8号美国俄勒冈8月8号也是最高的加利福尼亚也是8号是最高的。Holy， 所以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一直在我们这周边没有结束，早着了，还有几个月所以我们这个情况很特殊我们这个情况是没有特例，我们省也不是特例所以现在这个事实上这个病毒现在在全球流传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包括我们的边境这个是世界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现在怎么做的取决于将来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成果。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也要重复的警告自己遵守这个行动指南也是包括保尼 Henry 给大家的一些技术大家习惯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所爱的人这个安全我们一定要往回走一走，有时候保守一点好一点这个是拯救我们的生命人与和人之间保持距离不等于就是我们就是失去了联系了有可能第二波也有可能来了我们这个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现在有可能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有可能第二波来了，这个是一定要，我们不希望我们再往回走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几个礼拜，还有几个月，我们一定要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100%的下定决心这个阻止这个病毒，就是从我做起那么今天2位官员的这个谆，我用的又是谆教导，这些都是中国语境这个不应该这么说，但是呢习惯了从小受到这个教育，就是他们反复强调这个病毒远没走。从我个人做这个直播2个月来，我反而觉得6月份进入6月份没有好。你看6月2号是4例 OK 没问题，6月4号4例加5例 OK 没问题，8号开始14例，9号9例，11号14例，看到了吗？什么情况？我就认为就是上街抗议，你们没有采取措施导致的。因为每一个都是2星期第一次的上街游行就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媒体提问时间。First question is from Binder Sudjan, CTV. Hi there. Minister Dix, this is for you, and Dr. Henry, if you'd like to weigh in as well.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aying with the overdose numbers that were released today tha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i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bo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and particularly around safe drug supply. And I'm just wondering, I know BC has done some work, but 他是说的今天就提到的这个药物过量死亡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也是联邦有一个计划叫安全药物供应计划这个你们是不是跟联邦政府一起协调这件事情这个他说我一直在倡导这个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已经也是早上我也跟我的同事在全国的同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差不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Taken a bit of a back seat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the issue that we're dealing with, the one major underlying driver. 那么也是说到了，因为这个疫情来了之后呢，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的确是有点退步了这个主要是这些过去的几个礼拜死亡的人呢，特别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供应链的问题，药物供应的问题导致的很多人药物死亡。因为他们拿东西拿货拿不到了，只能到街上去拿了。那么而且更加贵，而且更加这个有毒性特别是我们 BC 省我们也是再次强调，我们已经向大家下定决心，我们也承诺我们会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新的行动指南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更加容易获得药物也是有更多的其他的办法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得到帮助我们也有7乘24小时的不断的开放的这个诊所So those are things we're working on,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pillars to it, as we know. It's not a simple question. So revisions to the control 因为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我们知道 those criminal penalties for people who use small amounts of drugs for their own use. We know that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re not things 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呢少剂量的在使用这些这个药物，他们也有一些药物的
营药物营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很多事情比较复杂，有些事情加起来了那么所以主要是问题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导致了大家的隔离，以及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以及他们获取药物比较困难，导致了那么多的因素导致在一起，所以现在很多的措施都要落实。那么他也承认，这是因为这个疫情来了之后，在这方面的事情有点这个往回走。Is how difficult that task is when the terrible things, side effects of COVID-19 is there had been.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这个也是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副作用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之前过去没有那么多会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的，那么多一下子那么多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会相当理解by Judy Darcy, but by so many other people in society, improvements in services. There's very significantly more people on prescription alternatives today than there were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and we have to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所以这个我个人谈点意见，就是这个我们华裔可能真的不理解他们有些主义的这些行为莫名其妙。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边写。所以是不是因为一直生活质量比较优郁，所以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There's a toxicity in the drug supply now that is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and causing death, and we have to reach out today, right now.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这个现在的有些药物它的毒性太大这个也是他的说到了。But we also have to take ac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to deal with what is a crisis. 那么也是说到了，我们现在也是在采取行动，现在就在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个灾难的爆发灾难的发展吧，好吧？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他说紧密的联系大家我们也会马上有一个宣布也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卫系统如何处置。Supportive housing, the kind of response we've seen to encampments in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from the government are obviously needed to support people beyond that and in other communities, because if you see what we saw today, you saw a problem that exists in Kamloops and in Prince George and Cranbrook and in Campbell River, and so we can't just have. 那么他也提到了那些什么 Kamloops Cranbrook Kings George 这些重点点明了这些城市也是提到了这些药物过量的问题以及对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们整个公卫系统的这个措施。Minister Darcy is driving for. Shoul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 involved? You bet they should, and I think we're. 那么也是希望这个那个联邦政府能够介入进来能够我们合作和省一起合作一起针对这个问题。For illicit drugs to be decriminalized for personal use. Are you renewing that call today? And Minister Dix, are you supporting and committing to implementing that recommendation? 那么也是说到了，他说你是呼吁15个月了，呼吁一直说这个这个我不是很懂就是说这个那个无罪化，说药物无罪化，我就不知道这个药物到底是指什么，是白粉还是海洛因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呢Bonnie Henry 他说我这个澄清他是说这个那么无罪化呢已经有些地方已经取到成效了因为很多人就没有面临的指控那么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他们也会理解他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药厂，也没有提到了这个供应药物的人我知道了，那个芬太尼，我相信是芬太尼一类的。
And I will say that in defense of Minister Dix, this is, of course, an issue for the 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and the Solicitor General, and I know that they have.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现在我们主要是谈的是公众安全的问题啊，公共安全的问题。Absolutely, a federal criminal code act, and we 那 do 么 want 这个也 action 是 at the federal 对联邦 level, 来 and 讲， I've 这 been 个是一 calling 个 for that, 犯 and 罪 we'll 行为 continue to, 啊，这个 use 是 that 联邦的 call 犯罪 today, 行为，这个 for 联邦层面上 action 是 at 犯罪 all 行为， levels. 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的呼吁啊，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强调，还是说这个意思啊。那么也是这个这个很清楚，这个在对犯罪层面来讲，这个是犯罪行为啊。partly reflected change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we acted expeditiously to respond to that, because clearly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at requires a series of actions, not one, but a series of actions. We need a comprehensive plan, and there's a significant role. And if you're asking what role 他也是说到了，我们要有一个综合的计划啊，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个来采取一个综合的计划来使得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行动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阻止这个情况的恶化。那么我也是我的同事啊 ，Farmsworth 啊，还有这个 Darcy 啊，都在做这些这个书面的计划啊，也是在积极的跟联邦取得联系。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安全计划，包括Safe Drug 就是安全药物。计划等等等等啊。Oh, hi there, Dr. Henry. It looks like you've amended the public health order for restaurants as well, confirming that buffets and self-service areas are allowed to be open. I'm a little surprised to see that. We kind of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他说到了，你是修改了卫生命令允许这些小型的餐馆以及冷餐会开放这个对我来讲有点吃惊，能不能讲讲有一些哪些最基本的卫生条件那个 No, it's not a voluntary thing. So it's one of those technical things. They were never not allowed. 他说这个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不是说不允许我们只是建议这个我们的行动指南都是提出了很清楚如果你自助的这个已经自助的这个情况条件已经满足了我们写得很清楚了不是说允许我们或者不允许过去的事情现在允许了这个是只是强调你也只要符合条件我们的条件就可以了。Dr. Henry, on some of the things you just mentioned on hockey, and thanks for taking the question. I'm unclear on what part there are about families. You mentioned will hockey players not be able to bring their families when they're coming to play? What sort of requirements will there be for testing? What would happen if someone connected to the hockey bubble ends up either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19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or after. 那么也是说到了，如果我们这儿是作为一个举办城市，那么这些冰球队员他们带领的家族过来，那么他们需要测试需要哪些条件那么还有如果测试到有一个是阳性的话，是怎么一个采取措施那么关于到这个康复的体育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夏天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需要采取的一个平衡在这个风险和低风险以及大家的体育锻炼上是取得平衡那么这里边看到很多的孩子们都会参与进来所以我们的行动的指南都会对不同的夏天的不同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具体的要求那么有些呢是会跟不同的运动项目联合会去一起合作看看如何怎么做
那么我也是知道这个青少年的体育马上就会开展这个跟这个小规模的观众这个体育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因为说到这个体育是两样的那么包括这个 NHL 他们也给我们很详细的这个计划in their proposal, and I will say that this is all a proposal, and that there was a requirement to see if these would meet 他只说到这个只是一个他们给我那个建议如果他们提供满足了我们的这些要求small numbers for each team under 50那么也是说到了这个每一个队呢必须少于50个人包括教练员包括后勤人员越少越好那么他们不单单是14天他们这个包括了包括了很多的他们这些临时的这个外公这个工作的签证的这些人，这个是14天但是这些这个运动员们不是的，这个是不单单是14天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检测的一个规划我们还有每天给他们这个看看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天要数次检查mixing and mingling with other teams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the facility. So it was a very detailed, well thought out plan that did not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也是周到的但是不包括他们球员的家庭过来would be in minimum numbers, etc. So I was confident that if we're at that point when we could allow that type of an event to happen in 他说我很自信的是如果他们达到了我们的这个要求可能是8月份的时候或者是9月份的时候那么如果能够安全的达到了我们的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成为这个他们的合作伙伴be isolated like we do for other settings where people would all be tested and we would have a plan for managing that individual 也是说到了我们也要设立一个隔离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给那些测试阳性的人提供的这些临时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些都有的话So there was provisions for what would happen with that and as I've said we're figuring these things out as we go and we're modifying them as we see things in our community as we're moving as we're looking at the levels of transmission in our community so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is and we'll 所以我们会我们一定会紧密的接触监控着这个病情的发展 developing a safe proposal I was impressed with Next question is from Mary Griffin, Check News. Yeah. Hello. Just a question on why you think the numbers that came out today on the opioid overdoses are so high for Vancouver Island and Victoria in particular. And what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为什么他说你今天说的这个在岛上的这个药物死亡的数字过量死亡的数字是很大的那么你们有没有现在继续采取的措施他说我也希望我有这个能够给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那么他说这个南部温哥华岛的确是死亡率很高主要是这个食物过量The drug supply is increasingly toxic around the province an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at has to do 那么这个主要是表明这个在全省范围内这些提供药物的这些贩子提供的药物都含有高毒量那么这个呢也是传统的因为呢这个传统的平时的供货的这个药的渠道都变了 concerns that we had and that those became dangerous places and we know there was overdoses at Topaz Park 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there was a public safety 那么他说到一个 Topaz Park 可能是在维多利亚那边的一个地方吧他说现在就知道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边也有安全屋
people had access to things like were offered pharmaceutical alternatives to the street drug supply if they qualified, if that was what they needed. 所以我们的安全屋呢，现在也能够提供一些安全的药物给他们包括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啊，给他们一些帮助啊，给一些安全的地方过夜。So I think that speaks to the importance of putting in these measures that we have. 所以他说，我也始终强调了，我们还要提供一些这个安全的措施，包括刚才说的那些措施那么现在也是说了，这个年轻人呢这个是20岁到39岁的之间的他们都是在一个人是在家里边这个是因为都是孤独的，所以我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联系去联系朋友that is incredibly dangerous right now. 因为现在你们都一个人在使用药物的话是相当危险的这个 So we need to be able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right now. That is the single. 所以因为就是人和人之间不是现在都是隔离了吗？那么20岁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现在发觉很多呢都是一个人是在家里边的，所以他也是说到了，只要你为心爱的人你们也要这个相互的关心，就算是人和物理距离隔离了，那么也要去关心他们联系他们这个是现在看来就是单独的死亡死在家里的比较多一点。With more than 50 cars present, is this something that also applies to them? No, the order was not lifted. The order was modified. This is what we've said we would do. 他是说我们这个命令从来没有取消过，我们只是修改我们的命令我们只是修改我们的命令，使我们的命令能够更加更加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雇主能够雇员能够包括这个餐厅的业主包括酒吧的业主能够更清楚我们的命令在哪里他们能够如何做使我们符合卫生条件这些修改能够是清清明晰搞清楚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修改的哪些从设计上去保护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安全这个也是使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如何的隔离间隔比如说这些有机玻璃的隔离等等大家也知道这些措施其实是很有效的来阻止病毒的传播所以现在这些命令都是修改而不是取消之前的命令我们只是为了根据我们之前以往的经验来采取来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又来提到了这个药物过量的问题What is preventing your government from spending the money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 continuum of care when it comes to rehabilitation? I will speak first just to say that that has been one of the overriding things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with the Ministry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 to try and put together, as my predecessor said, you can't fix a system when there was no system there, and there was a lot of pieces, and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for people to navigate those pieces. We're not where we need to be yet, but we are making progress in trying to pull a system together. 他也是说到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成系统的一个在这个防止这个食物过量的这个做法上系统上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系统现在都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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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每一点都能够成系统化这个主要是 suppor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and then find them, help them get to a place where recovery. 所以我们现在的是要帮助教育他们你们现在所做的风险然后如何去处理然后去预防包括恢复这些现在的这些措施 Lisa,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 sometimes described as street entrenched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steps taken in terms of housing and supports to that housing. But I think today's report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that那么他也是说到了今天的验尸官的这个报告啊，也是反映了这个现在问题的复杂性而已啊。那么这个伯尼医生之前也说过，这么刚才也说过，那么现在大家这个对这个需求啊、要求啊、这个需用啊，都是比较复杂都是多样化的啊。这个不单单这个是政府层面的一个建议啊，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联邦啊，包括其他的层面都要引起重视啊。那么我们也是在很多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啊，特别是对这个使用过量的阻止方面。Action that was taken to house people without housing, the supports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in that housing, the changes that we've made in ensuring that people have safe alternatives, and those changes have started. 也是主要是提供让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安全的另外的一些选择啊，不要只是做这个因为这个吸食过量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懂，大家可以补充，是不知道到底是吸食什么过量，大家知道吗？这个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There needs to be a continuum of care, but that continuum of care is going to look very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people struggling with pain. Whatever the source of that pain might be, and who are dealing with this overdose crisis personally. We have time for one more question. For any reporters that didn't get to ask a question, there will be a statement released later this afternoon. For recommendations on protect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from COVID-19, visit bccdc.ca. For non-med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province's COVID-19 response, visit gov.bc.ca/COVID-19. And for a full listing of the provincial health officer's orders, visit gov.bc.ca/PHO guidance. Last question is from 这个女士，反正每天呢就是重复一下，大家需要了解的都到网址啊，这个他说的这些网址。BC's pandemic prescribing program, and when we might be able to expect the rollout of a more protocolized iteration of it that you had mentioned a while back, where prescriptions from physicians might not be required. I can get you the exact number. Last I looked at it, it was about close to 2,000. 那么他是问到的是现在这个参加的这个安全，就是也是这个食物过量的问题。他说现在2000个人已经注册了那个这个处方药的拿安全了，主要是你要有药引，你到我这儿来拿。现在有这个 program 有2000个人左右。他说我现在现具体的可能不这样那么我希望我将来不远的将来我会提供给你。那么我再总结一下，我觉得两位卫生官今天好像这个说实话重点呢主要是讲了这个 overdose 的问题，就是药物过量致死的问题。大家可以补充药物过量到底什么叫药物过量死亡 overdose， 英文叫 overdose 是什么呢？是药物过量是可卡因、海洛因致死，还是这个芬太尼，还是什么麻醉药？我不是很懂，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前2个月提到过一次。那么今天呢早上呢整个 BC 省的验尸官发布了一个报告，公布了一个数字。那么也就是说3月份、4月份、5月份3个月里边死于药物过量的有401个，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而我们的卫生官呢2度这个哽咽，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意识到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反而药物过量致死的更多，就是因为大家隔离了之后呢，导致了第一，有些人长期在家，这个没有跟外界接触导致的心理的问题。第二，也就是因为伯尼 Henry 刚才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如果你20岁到39岁之间这些死亡的人基本上发生在家里一个人，所以他说
人和人之间就算是有物理距离间隔，但是呢也要保持联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只要你要有帮助啊，一个人在家再去吸食毒品很容易死亡。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那么我相信在我们华裔里边几乎看不见，所以不是很关心。但我关心的是数字反而会反弹。那么昨天好像也是10几个，今天也是10几个，这个有点蹊跷了前几天都是个位数了，什么9个啦、5个啊、4个啊，包括5月份你看5月27啊、28都是9个啊、9个啊，这个真是搞不懂了。现在又14个了当然他也是说到了，主要是那个Alberta 省的Cold Lake 那个爆发到现在还会有，他说下礼拜可能会没有了因为可以宣布疫情结束。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5月底就是2个礼拜前5月29号温哥华第一次上街，然后上个礼拜五也是一次上街，按照惯例规律来讲一般是10天到14天开始有反应了，会不会也有这个因素在增加这个人数？所以这个有点蹊跷。今天这个数字说实话不是很好的数字，14个那么总数呢是到了2694个，其中沿岸卫生局917个，飞沙卫生局1386个，岛上卫生局一直没有增加130个，内陆卫生局195个也没增加，北部卫生局又增加了2个66个了。那么现在记录在案的 active case 现在有93个183个，对不起183个其中住院是13个，其中5个在重症监护还有一个比较令人稍微放松一点的是零死亡没有死亡。那么痊愈的呢是2344个。明天后天到礼拜天现在他们都没有这个新闻简报，请大家都留意我们的温哥华港湾网站或者温哥华港湾的微信叫 BC Bay News 我们会给大家实时更新。那么礼拜一卫生官还是3点钟会给大家做简报。那么各位观众今天的 BC 省的最新的情况通报就到这儿为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